每一件小事都像是突然的提醒，你可能正在过着平常的一天，但过去的回忆突然袭来，如同一块重重的砖头击中了你，可能会一下僵住，你可能会觉得愤怒，或者甚至可能试图完全避免这些感觉，但童年创伤的痛苦仍然存在，并可能在你的心中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当涉及到创伤反应和触发因素时，没有一个万能的解决方法，因为创伤本身是复杂的，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但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将在有资质的社会工作者帕特里克·坦的帮助下，了解奇怪的特定童年创伤。开始啦。情绪延迟。情绪延迟是指对某件事的情绪可能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出现，比如假设你的老板或搭档要求你做些事情，在那一刻你答应了，但在当天的晚些时候，你开始因为感觉被占便宜或没有被关注而感到沮丧。这可能感觉像是一种情绪的升级，而你在当天早些时候或昨天的事件发生时并没有关联到这种情绪。这是如何从创伤中产生的？这是由于脱离和过度警觉。过度警觉指的是一种警觉度提高的状态，保持警惕。童年创伤幸存者因无法完全融入自己的身体，并时时表达自己的情绪而挣扎。童年创伤幸存者的过度警觉出现在我们的内在小孩有所失去时，等一下，我刚才是占了便宜，还是又让我失望了？这种情绪上的延迟可能会导致事后的情绪发泄，这会让自己周围的人感到困惑，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创伤反应。冰箱嗡嗡声抑郁症。想象一下，有一台冰箱多年来一直嗡嗡作响，而你从来没有注意到它，只拿这种嗡嗡作响的声音当作是背景音，直到有一天你突然意识到，那嗡嗡嗡的声音是什么？这和冰箱嗡嗡声抑郁症的情况完全一样。这种创伤源于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很抑郁，因为你的生活一直都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痛苦和悲伤终于袭上心头。这是怎么来的呢？它来自于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帮助，以及一些不同的童年情况和动力导致情感上的关闭，并且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一些例子，比如目睹父母与酗酒做斗争、死亡、医疗创伤、有压迫性的父母等等。这给童年创伤的受害者造成了一种错误的信念，认为一切都不会变得更好，抑郁成为一种自然的防御机制。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困难的情况变得麻木。疲劳成为触发因素，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将身体自然的疲惫与抑郁或失败混为一谈，比如认为自己不够好。创伤幸存者可能会对工作效率或追求使命感上瘾，一个例子就是因为睡眠甚至是放松过多而惩罚自己，这可能发生在潜意识里。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一个人的自尊，因为这会因为睡觉或休息而给自己贴上失败或失败者的标签。睡眠和放松是每个人应得的，谁都不应该为此感到内疚。这种感觉从何而来？属实来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母的情感忽视、缺席或没能满足孩子的情感需求。疲劳会引发悲伤的情绪，所以我们试着让派对继续下去，以麻痹痛苦。一个人不应该因为感到疲倦或情绪疲惫而感到羞耻，这是完全正常的，但创伤的大脑可能会让一个人对这样做感到内疚。位处焦点时的游离，这并不是简单的分离或退出，这是一种感觉。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被放在原地时，真的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或冻住了。及时游离的一些例子包括在学校或工作中需要在人前做演示，焦虑症发作，甚至在第一次约会时被问到亲密问题感到紧张。而坐立不安，这种感觉从何而来？精神病学家伊文·耶隆谈到，我们通常如何立马就能让孩子局促不安。一个例子是，父母如何把手指放在孩子脸上，对他们说话时咄咄逼人，试图灌输恐惧和恐吓。这种类型的创伤反应也源于虚伪和专横的父母，比如不给孩子足够的空间，不允许他们的想法和意见在痛苦中被听到。笑中带泪，当人们表达或讨论他们的童年故事和他们所忍受的事情时，这种创伤反应就会出现。
具体来说，这看起来像是以一种过于随意或有趣的方式开玩笑地谈论虐待或可怕的童年创伤经历。当别人对一个人的创伤故事感到震惊或难以置信时，就会看到这种情况出现，但幸存者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们所谈论的事情的严重性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内心的小孩会跳出来，说出真相，但不知道如何认真对待我们被虐待的真相，因为其他人都不知道。这种是从何而来？这个反应来自于面对一个极度被忽视的有毒家庭。没有人支持你，它也来自一个非常吝啬和讽刺的家庭，他们故意隐瞒爱和感情。小伙伴们有这些创伤反应吗？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一如既往，保持友善，每天开心。